菩提祖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？可能连玉帝也要礼让3分。原著第1回，孙悟空在方寸山樵夫的指引下，来到菩提祖师的道场斜月3星洞。一走进洞门，就看到这样特别的一幕：剑崖头立一石牌，约有3丈余高，8尺余阔，上有一行10个大字，乃是灵台方寸山斜月3星洞。而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，更是给这副对联添加了一个横批：天外仙踪。这一设计可谓有画龙点睛之妙，非常契合菩提祖师的身份。所谓天外，意思是菩提祖师超然于3界之外，不接受任何势力集团的统治，换言之，连玉帝也不能让他俯首称臣。而仙宗则是指菩提祖师是神仙宗师级人物，堪称3界万仙之领袖。因为地位尊贵，法力高强，菩提祖师虽然作风低调，隐居灵台方寸山，但还是许多天赋异禀的修仙爱好者拜在他门下。原著第1回，孙悟空向方寸山樵夫打探菩提祖师的情况，樵夫告诉他，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，渐渐还有30-40人从他修行。你顺那条小路向南行7-8里远近，即是他家了。孙悟空在樵夫的指引下，如愿以偿拜菩提祖师为师。菩提祖师得知他还没有姓名，于是说道：我门中有12个字，分派起名到你乃第10辈之小徒矣，排到你，正当物字，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吗？孙悟空是菩提祖师的第10辈弟子，而樵夫告诉孙悟空，菩提祖师现在门下还有30-40人跟随他修仙，这30-40人应该都是孙悟空的同辈师兄，也就是说，菩提祖师1辈弟子大概30-40人，他传授了10辈弟子，也集收了300-400个徒弟。这300-400个徒弟中，孙悟空无疑是小徒弟。这个徒弟虽然资历最浅，在方寸山修仙的时间也不长，一共只待了10年左右，真正学习法术的时间只有3年，但却是菩提祖师最出色的弟子之一，连10万天兵天将也不是他的对手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想必很好奇，菩提祖师是孙悟空的小徒弟，那么他的大徒弟又是谁？西游原著并没有介绍菩提祖师的大徒弟，不过如果我们把封神当作西游的前传，便不难搞清楚他的大徒弟是谁。在封神世界中，有一位法力无边的天道圣人，因受弟子怂恿干涉封神之战，被师父红军老祖关了禁闭。这位圣人就是截教教主通天教主，他曾经收下一位弟子，名叫多宝道人。多宝道人因在诛仙阵之战中攻击太上老君，被太上老君降服。后太上老君出函谷关化胡为佛，让多宝道人跟随同往。多宝道人于是投身西方，悟道成佛，摇身一变成为佛教集团掌门人，正是如来。所以如来的师父是通天教主，而通天教主的另一身份很可能又是菩提祖师。因为两人有太多相似之处，比如都喜欢读黄庭经，都秉持有教无类的收徒理念，所以截教门下多妖仙，菩提祖师也愿意收孙悟空一个猴子为徒。我们知道菩提祖师生怕被孙悟空闯祸牵连，故而警告他不许泄露师父名讳。而如前所说，通天教主当初正是因被弟子怂恿干涉封神之战，才被师父红军老祖关了禁闭。通天教主可能重获自由后，引以为鉴，隐居灵台方寸山，化名菩提祖师，不再干涉世俗之事，所以才会有对孙悟空的警告。多宝道人是通天教主的大弟子，如果通天教主就是菩提祖师，那么菩提祖师的大徒弟自然就是如来。如来在西游世界中地位非常高，作为佛教集团掌门人的他，能与道教至高神3清平起平坐，连如此地位尊贵的顶级大神都是菩提祖师的弟子，也无怪乎菩提祖师能被誉为天外仙宗了。菩提祖师不仅是孙悟空的师父，也是如来的师兄，这使得他的地位更加显得非凡和神圣。他的道场斜月3星洞成为了许多修行者心中向往的圣地。他不仅传授法术，更传递着一种超越世俗的智慧和境界。菩提祖师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此，
他的存在对于整个三界的平衡与和谐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。作为一个超然于三界之外的存在，菩提祖师的智慧和力量，使得即便是玉帝这样的天界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也必须给予3分的敬意。他的中立性和超脱性，使他成为了三界中最为独特的存在。然而，菩提祖师的真正力量，不仅仅在于他的法力之强，更在于他的智慧和慈悲。他对所有生灵的平等对待，不论是神、仙、人、鬼、妖，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，只要有真心修行的愿望。这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，使得他的教导超越了种族和界限，成为了所有生灵精神上的支柱。孙悟空的成就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天资聪明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有一个如此伟大的师父。菩提祖师不仅教给他法术，更重要的是教给他如何成为一个有智慧、有慈悲心的存在。孙悟空能够战胜10万天兵天将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力量，更是因为他的智慧和勇敢。在菩提祖师的教导下，孙悟空终于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强大，不是凭借法力去征服，而是用智慧和慈悲去影响和改变。这种力量比任何法术都要强大，也更加持久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菩提祖师的故事和教导被一代又一代的生灵所传颂，他的智慧和慈悲成为了三界的灯塔，照亮了无数生灵的心灵之路。即使在今天，菩提祖师的影响力依旧不减，他的教导依旧在激励着每一个追求超越和智慧的生灵。在这个充满神秘与奇迹的三界中，菩提祖师的地位不仅仅因为他的法力无边，更因为他的智慧和慈悲，成为了所有生灵心中永远的仙宗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